这哪里像塔了？道友不知，这镇魔塔是倒过来的，塔尖在下，塔底在上。越是被关押在下面的妖魔，才是越厉害的。原来如此。白妖医，原来是韩兄。白道友发生何事了？我身受重伤，为求自保才释放玄冰寒气自封的，多亏韩兄出手相救。举手之劳，道友是如何到此的？我与傅道友本已打算抽身，但见一宝天象贪心过来，结果遭遇混战，傅道友也在途中走散了。傅道友他已陨落。什么？傅道友身亡了？我亲手处理了躯体，连元婴都没逃脱。白道友现在有何打算？我准备马上离开此地。这样也好，在下对里面的灵宝颇感兴趣，那就在此分手吧。韩兄多保重。保重。白道友，久闻北夜小济公大名，日后可去拜访一二。韩兄说笑了，本宫自是欢迎。那韩某就放心了。不知韩兄为何忽然提及小济公？音乐，你有什么感应吗？这两个传送阵都有我熟悉的东西，不过白色的那个更强烈些。那我们就从白色传送阵过去吧。金灵胶8灵尺，没想到昆吾三老竟然没将此灵宝带回灵界。8灵尺，8灵尺是通天灵宝，威能非同小可。你知道此物？不知道，我明明不认识的，那里有人在召唤我，好像是我的另一半。没想到韩道友还敢来此，徐某道有几分佩服。为何不敢？灵宝当前，徐道友还有心思找在下的麻烦不成？莫非忘了我俩的恩怨？虽然宝物当前，我不介意先处理你。是吗？龟道友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与这个人在一起？何意？老娘被你利用了，只管自己本命牌，不管老娘死活。现在我本命牌在他手上。龟道友放心，我二人帮你抢回本命牌。到了此种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何用？老娘现在不得不听命从事。若是和你们的对上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韩道友，这钱老魔到现在都没出现。莫非他命丧你手了？原来偷窥我们一战的是夫人，还未请教夫人尊姓大名。妾身出身南疆化仙宗，他人唤我穆夫人。钱兄和在下只是切磋而已，最后当然是各自散开了。怎么，钱道友还没到吗？这位道友似乎和他人有些恩怨，在下大晋皇族叶家，有没有兴趣联手？我们叶家只要这柄8灵尺。殿内其他宝物全归道友所有。你们叶家不是有2名大修士吗？不瞒道友，虽然还没联系到我那位长辈，但他一定在此塔中，关键时候他定会出手的。是吗？若是殿中空无一物，在下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在下先前得了数件宝物，若道友真没有所获，拿出赠与韩兄，你看如何？有宝物拿就行。那就和道友说定了，一会儿道友见机行事就可。几位道友，既然这位韩道友也到此了，先前的约定对韩道友同样有效吧？哼，凭我们这些人已经足够破除此阵了，何必还要再加什么人？将其拿下就是了。外面的封印在减弱，你认为我们还有时间磨蹭吗？这话倒是真的。太医门的玄清子与天魔宗的七妙真人也要到此，我们顶多还有1天时间。好，那就让他也加入破阵行列吧。到时大阵一破，谁能得到这件通天灵宝，就各凭神通吧。师姐，真要帮他们攻破这法阵吗？师妹放心，这里不是那魔物的封印之地，否则化龙溪早就有反应了。原来如此，但这件8灵尺是我化仙宗的遗宝，可是我二人恐怕很难抢到此宝。不要忘了，向老会随时赶到，到时无论谁拿到8灵尺，都得乖乖交出来。这倒也是。
想到那些上古修人将此妖火也融进了此炼中，这可有些麻烦。玄清子道兄，你到底让我们等多久？罗道友，眼下裂缝根本无法通过，在下拦住诸位也是不想让几位道友白白送了性命。可我听说阴罗宗和化仙宗的人进去了，这是何道理？那是因为他们有日月梭和灵犀孔雀开路，若是罗兄也有此等宝物，贫道绝不会阻拦的。其实再耐心等上几日，这裂缝就会恢复的。再等上几日，恐怕里面的宝物早被搜刮一空了。原来是碧林崖的雨道友。怎么，我们天魔宗和太香门不准几位进去？几位道友是否就打算硬闯吗？七妙道友说笑了，老夫耽搁几日也是无所谓的。幸亏七妙兄来了，否则贫道无法镇住那些同道了。也只有道友才能让他们这般敬畏。道友是想说在下凶名在外吧？呵呵呵，贫道怎会如此想？好了，其他之言就不要说了。道友怎会放钱老魔进去？我未到之前，钱老魔就已经进入，后来天蓝草原的人也进去了。我当时并不知道此封印如此重大，就没有过于阻拦。哼，想不到叶家声东击西，用通天灵宝仿制品将我们两宗引开。若不是在叶家埋下了内应，恐怕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唉，叶家行事缜密，那名内应无法将消息送出，只能破坏一些他们的法阵。钱老魔进去如此长时间了，可能已经找到了封印之地了。万一将古魔圣祖放出，钱老魔不是蠢人，我倒是对那些天蓝修士不太放心。他们可不是大进修士，没什么顾虑。我听说贵宗和天蓝圣殿有些联系，只不过一些利益上的交换。上古修士的封印没那么容易被破开，那魔物就算出来，如此多年也应该元气大伤了。你我联手，外加5只禁魔环，足以将他制服。禁魔环，灵界禁困妖魔的上古法器，不错，这就好。想不到七妙道友准备如此周全。这禁魔环是我宗内的那位给的。你们太医门的那位没给你什么宝物吗？你们太医门的那位没给你什么宝物吗？贫道动身匆忙，带了天阿神剑。天阿神剑，此宝对付妖魔倒是合适。贫道有些不明白，门内那位要我不能伤了古魔性命，这是何意？将其灭了，不正好永绝后患吗？我也接到同样的命令，当年古修也没将此魔灭杀，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。还是按上面所说的做吧。道友所说有理，七妙兄是否将灵龟飞车带来了？走吧。白老鬼，明知胡某到此了，还躲在关中不出来见客。胡老友，你不在魔夺山休养，到我这冰魂谷作甚？向老鬼好像在昆吾山出事了。出事？他可是我们几个中身身最大的一位，怎么可能会出事？风老怪传书告诉我的，向老鬼进入昆吾山没多久，元神珠就暗淡下来了。风老怪希望我二人跑一趟，并说事后愿意赠送2枚血气丹。算了，要去你去吧，我已服下火晶藻，正在强行突破功法瓶颈。火晶藻，你就直接生吞了？此灵物的火灵力极为霸道，万一将你体内的法力强行点燃，就……不搏一下的话，难道学像老鬼和风老怪，整日生怕动用法力过度，精元流失，不得不扮小丑一样混迹在低阶修士中？他二人如此做，也是为了想找到逆灵通道。都翻找过多少遍了，多半不存在了。还是进阶化神后期自行飞升更实际一些。好了，话就到此吧。不将火晶藻彻底炼化，不会再见任何人的。恕不远送了。为了这2枚血气丹，老夫也只有冒险一次了。有了这100余年的寿元延续，足以弥补我此行的精元流失了。
月。殿中的东西好像醒了，好像很熟悉，很重要。不，我的头好痛。这分明是独圣门大长老华天琪，怎么发出女子的娇笑声？能将元婴后期瞬间重创，难道是化神期修士？不好！咦，你是？果然是你，华天琪。雪灵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找到这里？你的气息变得如此之弱，还寄生在四瞳妖狐这种低级妖兽身上，不觉得犹如我们银月天狼的身份吗？你是玲珑，我的好妹妹，我可不是玲珑，我是龙梦。我们狼族第一美女竟然失忆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当年袁煞将你元神逼离，神识必定大损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我，我就应该是你吧？的确，你我原本就是一人，名叫玲珑。当初他为了应对千年雷劫，修炼银月狼族的秘术，半途出了差错，化为了你我2个元神。以前你的元神比较强大，我不得不沉睡，但现在情形正好相反。虽然我记得不多，但还记得嗜血魂印，你杀不了我的。若我形神俱灭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雪灵，莫非你成了此人的灵兽？就算如此，又如何？没什么。如此，那我可要恭喜此人了，能将天魁妖王宠妃收为灵兽，恐怕就是灵界3皇也不敢如此妄想。若是让内人知道此事，你以为你的处境能好到哪里去？你2个想往哪里去？你是空玄丹氏遗留的肉躯修炼通灵夜叉，另一个是空玄丹氏的那只灵禽吧？没想到龙梦仙子竟如此轻易看出了我2人来历。这只狮禽兽当年不过7级灵禽，竟也进阶到10级了。仙子将这传送阵击毁是何用意？没什么，本妃还要借助你2人之力呢。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类修士，修为还不弱。前辈，我们叶家这次打开昆吾山封印，只为了这8灵尺。前辈如果交给在下，叶家可以助前辈脱离此塔。徐某想说的话，竟被叶道友先说出来了。8灵尺，好啊，你们谁有本事收服此宝，过来就是了，本妃绝不阻拦。怎么，让你们过来取宝，又有些害怕了？既然前辈不想要此宝，刚才老夫收宝时为何出手拦阻？前不久你才见过元煞圣祖的分身吧？什么元煞圣祖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身上沾染了一丝魔气，不承认也无所谓，但你竟敢想用灭魂符暗算我，胆子很大啊！那天南古魔来这里，恐怕和这个元煞圣祖有关。诸位道友不要上当了，此女根本不是什么上界妖妃，分明是那古魔圣祖化身变化迷惑我等的。朕收走了用来困住此魔的8灵尺，恐怕他就脱困了。万龙喜，快刃龙起！不好！九针伏魔阵。多谢主人了，多加小心些。怎么回事？这2人身上也有如此魔气反应。风云剑就是被这古魔抢走的。这名女子法力没有丝毫变动，根本看不出对方的境界。
音乐，这女子就是元煞圣祖化身吗？此魔是元煞圣祖的一缕精魂，当年入侵人界的3统领之一。古魔圣祖的分魂，你的元神当初被逼离开躯体，难道古魔分魂现在用的身体是？是我原先身体不假，虽然不记得当初怎会被对方附身，又化为气灵被搁置在虚天鼎中，但他的身体的确是当年我和龙梦合用的肉身。你还有机会夺回来吧，毕竟你才是肉身的真正主人，不可能没有机会的。主人难道忘了我已经施展过灵魂吞噬了？重新夺回肉身绝不是人界功法能做到的，而且我神识受损，修为已降到如此地步，如何斗得过魔魂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我和罗梦联手配合，或许还有希望吧。但是您看他现在情形，会为我做此事吗？也许这边刚把魔魂逼出体内，他那边就后立刻将我封印起来，好独占此身体。叶道友，你既然没灭杀狼魂，如今只要将那8灵尺禁止住，少祖同样答应给你灌魔入体了。你还真是有胆！老魔，你不必唆使这些小辈，由我坐镇8灵尺，要取此宝得先经过我的同意。还真没想到你能从黑风旗中脱困。是吗？我可没心思和龙梦道友继续纠缠什么。区区一个空间障壁，你以为他还真能拦得住我吗？黑风旗，不可能！你从未修炼过通宝诀，如何能驱使此灵宝？你忘了我们圣族的魔化神通了吗？就算它是通天灵宝，被我灌注魔气后，也只能听命于我。龙梦，你想凭借9针伏魔阵消耗我魔气再出手？愚蠢！我这黑风旗可是罕见的空间类宝物，若没有划破空间的威能，伤不到我分毫。识趣的还是乖乖出来。若是让我冲到里面，本圣祖就不是这般好说话了。叫本妃出来做什么？难道改变主意，觉得和我化2为1更好？不错，本圣祖的确是想和你元神重新融合。你当我是3岁孩童，会信你此话吗？当然不可能和先前那样融合元神，必须给你下一些禁制，保证融合后以我的元神为主。你是不是没睡醒？以你元神为主，你还真想得出来？有什么图谋就老实说出来吧。图谋自然有些的，我们几次融合元神，想必你也感觉到了。你我融合后能将化神期修士轻易扔进幻妙天象中。所以不想再次被人界修士联手封印的话，还是重新融合元神的好。想不到当年纵横人界的古魔大统领，竟然会怕几名化神期修士，真是可笑啊！当年圣界和人界可以相通，我们圣族可以随时返回补充损耗的魔气，自然可以肆意施展各种大神通。但如今通道已被堵死，人界天地元气大变，我就算有天大神通，如今也施展不出几分来的。你不是也一样？别看你原来是化神后期的灵界妖族，现在又能发挥出几分神通来？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本妃也不可能答应的。往黑风旗中灌注魔气，顶多发挥此宝小半威力，你能否走进这阵中，还是两说之事。融合元神当然可以，但以本妃元神为主，否则免谈。看来你还真对这9针伏魔阵和8灵池很有自信。也罢，既然不答应，那就等本圣祖过去抽出你元神的精魂之力，虽然效果差些，但同样会让我神通大增的。只是处在黑风旗边缘，就让神识无法离开半步。这黑风旗威能真是通天，法力在流失，出口全被堵死。我这归灵道友有无探查到地下能否出去？
不用全力根本破不开。三焰扇威力全开的话，动静太大，还很可能引来那古魔圣祖的注意。此处空间不会如此简单，主人还是不要贸然行事的好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，还不出来！韩道友，先别出手，在下知道你宝山的威力，可不想白白挨上一击。两位难道打算对韩某出手吗？道友不必如此，我二人并非来找韩兄麻烦，而是一起商量保身之策的。什么保身之策？我们这些人联手也不会是古魔圣祖的对手，不如趁此魔被那妖妃缠住离开险境。哦，难道二位不想要通天灵宝了？道友说笑了，灵宝怎能和我等性命相比？这古魔正祖一旦缓过手来，绝不可能放我等走的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联手偷袭守在传送阵的古魔，然后夺路而走了。哼，就凭我们几个，你们知道那双手撕壁古魔的厉害吗？怎么，我们几个难道还拿不下此魔？你们若是知道此魔在3名大修士和10几名元婴修士的围剿下仍然能脱身而逃，不知还是否有这般自信？这古魔就是当年从你们天南跑出来的妖魔？不错，就是此魔。那我二人加入如何？这总能逼退此魔了吧？是你们，二位也想一起？当然，我二人不走的话，同样凶多吉少。好，有2位道友相助，再加上归灵道友，就万无一失了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吧。我们只是暂时击退此魔，并不是一定要灭杀他。这些人手的确够了，我这就将更爪龟道友换回来。怎么，龟道友可是在下面发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那化仙宗二位在下面似乎同样想找条出路。哦，是吗？哼，有这傀儡在一旁策应，我才可安心一战。想不到你倒也机警。想离开这里，可惜已经迟了。